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。日本到底敢不敢武裝去搶北方四島？這個問題表面看是軍事實力對比，實際上是個法律問題和控制權問題。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日本不敢，因為俄羅斯有核武器，或者日本自衛隊沒有這個能力。但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根子。日本在二戰後期敢偷襲珍珠港，說明這個國家的軍事冒險傾向不能用普通理性去推測。真正讓他現在不敢輕舉妄動的是戰後那套制度設計，尤其是日美安保條約。這個條約很多人以為是美國保護日本的傘，但在我看來，它同時也是一個籠子，而且是一個美國用來鎖死日本，防止它重新成為軍事大國的制度牢籠。我們先把這個背景捋一下。二戰後，日本被美國單獨佔領，麥克阿瑟主導制定了和平憲法，其中第9條明確日本放棄戰爭和交戰權。波茨坦公告也對日本領土和戰後處置做了安排。聯合國憲章裡還留了敵國條款，雖然現在很少人提，但它一直在那裡。再加上日美安保條約、駐日美軍基地，這一套東西把日本的安全決策拆得七零八落。自衛隊名義上是軍隊，實質上連宣戰權都沒有，更不要說獨立國防。說白了，日本的安全不是自己說了算。和平憲法第9條就像給日本上了一道緊箍咒，你可以搞自防隊，但你不能主動打人。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敵國條款更像是國際上留的後門，哪天日本真亂來，中俄有理由動手，俄羅斯甚至可能把核報復擺到台面上。這些法律條文平時沒人翻，可一旦日本主動打第一槍，他們全部會活過來。所以日本的問題不是他想不想打，而是他只要一動手，就會同時踩中好幾道法理紅線。近些年日本確實在動，而且動作不小。2022年底搞了個安保3文件，第一次寫入反擊能力，也就是別人打我，我可以打回去，甚至可以先摧毀對方基地。2026年高市早苗還在推新一輪修訂，成立首先直管的國家情報局，放寬武器出口原則，看起來是在從專守防衛往主動進攻方面挪。很多人就說日本在重新武裝，要正常國家化了，但你只是看這些動作，它是在美國允許的範圍內鬆動，不是自己掙脫。美國給你鬆一扣，你動一扣，但不給你開火權，這就是美國的高明之處。我們要把安保條約拆開看，保護的一面很好理解，日本用很低的國防開支換來美國的核保護傘和常規威懾，省下錢去搞經濟。戰後日本能快速發展，跟這個有直接關係。限制的一面才是重點，因為有駐日美軍和安保體制，日本沒有宣戰權、交戰權，也沒有國防自主權。自衛隊從裝備、情報、指揮到後勤都深度依賴美軍。你以為它是獨立武裝，實際上它是美軍的附屬力量。美國在日本有幾十個基地，沖繩、橫須賀、嘉手納，這些基地不只是保護日本，更是控制日本。換句話說，日本的軍事機器鑰匙在美國手裡。你想想，一個國家住着幾萬外國大兵，你連自己家的鎖都得聽別人安排，這種國家怎麼可能真正獨立開戰？很多日本人自己都清楚，沖繩老百姓天天抗議美軍基地，但東京敢趕人嗎？不敢。這就是駐軍帶來的隱性枷鎖。日本政客嘴上喊得再鬆，只要美軍基地不動，他就沒有真正獨立的軍事決策權。再說法律上的限制，安保條約第5條寫得很清楚，美國有義務協防的前提是日本施政領域受到武力攻擊。如果日本主動去進攻北方四島，那是他先打第一槍，美國的協防義務根本不會啟動。第7條又補了一句，條約不影響聯合國憲章義務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日本的行為被認定是侵略，
聯合國憲章裡的敵國條款被援引，美國完全可以袖手旁觀，甚至反過來約束日本。這個法律結構設計得很精巧，日本主動挑事，保護傘就漏了。歷史上不是沒有例子，日本每次想在安全上搞點突破，美國都會用不同方式提醒他。川普在任時反覆提珍珠港，很多人當笑話看，其實那就是敲打。翻譯過來就是你當年偷襲我，我現在記得很清楚，你別想把我拖下水。日本政客聽不聽得懂？肯定聽得懂。所以日本這些年的動作更像是給國內民族主義一個交代，而不是真的準備跟俄羅斯翻臉。美國對日本的策略，我把它概括成4個字：放開軍備，卡住開火。你可以造潛艇，買 F-35，搞航母化改造，這些都能拉到美國軍工訂單，也能在東亞給中國、俄羅斯添堵，但開火權不行。日本不能主動挑起一場可能把美國捲進去的戰爭。美國需要日本當棋子，但不需要一個失控的棋子。這個度，美國拿捏得很準。日本每次想往前拱一步，美國就給他一個甜棗，再敲一下。很多人忽略金融這個環節，日元前2年大幅貶值，日本政府想拋美債來穩匯率，美國不讓，只允許用 FIMA 回購工具。這個工具聽着專業，說白了，你拿美債抵押給美元去換美元，但要付更高的利息，相當於變相抽血。日本手裡拿着一堆美債，卻不能自由拋售，這就是金融上的枷鎖。你軍事上被駐軍控制，金融上被美元體系控制，外交上又跟美國綁在一起，這種國家哪有真正獨立的決策權？所以我的判斷是，日本國家正常化是個幻夢。如果日本真敢冒險武裝去進攻北方四島，除非美國在背後默許甚至指揮，否則他會面臨滅頂之災。而且就算他得手了，美國也不會讓他好過。日本現在的處境很微妙，不被中國打死，也可能被美國徹底宰割。日美安保條約的本質就是戰後戰勝國對日本的一種永久性制度安排，一個閹割的日本合法枷鎖。日本越是想推進反擊能力，越需要美國的情報、指揮和後勤支持。很多人以為日本在擺脫美國，實際上它越掙扎，對美國的依賴越深。因為現代戰爭不是買幾件武器就能打的，衛星、數據鏈、目標定位、彈藥補給，全在美國體系裡。你搞反擊能力，等於把自己的軍事神經納入美國大腦，最後更不可能自己單幹。這就像一個人想掙脫繩子，結果繩子越勒越緊。這些事跟普通人有什麼關係？有關係。日本老百姓這幾年日子並不好過，日元貶值，進口能源食品漲價，工資跑不贏物價。日本政府為了配合美國，還要增加防衛費，錢從哪裡來？加稅發債，普通日本家庭要多掏腰包，養老金和醫療開支被擠壓，年輕人感覺國家正在轉向，但自己的生活沒有變好。這就是被綁在美國戰車上的代價。日本政府不是不知道，但他不敢反抗，因為駐軍、金融依賴、外交附庸，哪一樣他都離不開。你可以把日本想象成一個家裡住了強勢租客的房租，房客提供保護，但房租、水電、裝修都得聽房客的。你想自己換門鎖，房客不點頭，你換不了。你想跟鄰居吵架，房客說別連累我，時間長了，你連吵架的底氣都沒有了。日本現在就是這麼個狀態，他想跟俄羅斯在北方四島上扳手腕，但他先得看看家裡那個租客的臉色。北方四島這個問題上，日本直接武裝奪取的可能性極低，但低烈度、可否認的灰色行動會越來越多，比如巡邏船靠近、民間人士登島、經濟開發試探，這些動作風險小，國內能宣傳，
美國也不反對。真正的高風險窗口是俄羅斯在東亞的兵力被長期牽制，比如在歐洲方向陷入長期消耗，同時美國戰略注意力被別處分散，日本可能趁機搞點大動作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要先看美國臉色，美國不點頭，日本不敢越過那條線。跳出新聞看這件事，你會發現日本的安全困境其實是二戰後整個東亞秩序的一個縮影。戰勝國用法律和制度把戰敗國鎖住，再用經濟和安全依賴讓他自願留在籠子裡。日本這些年所謂的正常國家化，更多是動員民族主義的口號，實質政策空間極其有限。就算他修改憲法第9條，只要駐日美軍還在，安保條約不廢除，他的安全決策就永遠受制於美國。這對我們普通人來說，最大的啟示就是，一個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從來不是靠幾句強硬表態就能換來的，它取決於你有沒有獨立的軍事、金融和外交能力。日本沒有，所以他不敢。